各位好，今兒咱們不聊虛的，聊點物理學界真正的硬骨頭，一個讓無數天才物理學家盡折腰，甚至讓諾貝爾獎發的手忙腳亂的領域——高溫超導。我知道，聽到超導這兩個字，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可能是那種磁懸浮的小車，或者中學課本裡那個冷冰冰的定義。但由於這個領域實在是太性感了，裡頭充滿了反轉、打臉，甚至是一夜暴富的劇本，咱們今天就把它當個懸疑故事來講講。故事得從1911年說起，那時候還是大清亡了的那一年，物理學界發生了一件大事。荷蘭有個叫卡莫林·昂內斯的哥們兒，這人是個冷凍狂魔，他的畢生志願就是把溫度降到絕對0度，也就是-273.15攝氏度。他在萊頓大學的實驗室裡終於把氦氣液化了，把溫度壓到了 4.2 K， 也就是大概-269度。當時大家都在猜金屬在這麼冷的時候導電性會怎麼樣。有人覺得電子會被凍住，電阻會無窮大，也有人覺得熱振動停了，電子應該跑得更歡。昂內斯把一根水銀柱插進液氦裡，結果看見了一副見了鬼的畫面，電阻不是變小了，而是直接歸零了。注意，是真正的零，不是無限接近零。這意味着如果你在裡面弄個電流，只要冷氣不斷，這電流能轉到宇宙毀滅都不帶停的。這就是超導的誕生，昂內斯也因此拿了諾貝爾獎。但是這個發現雖然牛，卻有個致命傷，太冷了。液氦這玩意兒貴得跟液體黃金似的，要想在大規模工業上用，成本能讓你破產。所以在那之後的快50年裡，物理學家們就像在黑暗中摸索，試圖找到一種理論來解釋這玩意兒到底是怎麼回事，順便看看能不能把溫度提上來。直到1957年，3個大神巴丁、庫珀和施里弗提出了著名的 BCS 理論。咱們不整複雜的公式，用人話解釋一下這個理論的核心，也就是庫珀對。大家都知道，電子带負電同性相斥，正常情況下它們是互相看不順眼的。但是在超导體裡，由於低溫下的晶格振動，前面的電子跑過去把正電荷吸引過來，把晶格扯得有點變形，就像咱們踩在軟床墊上会陷下去一樣。後面的電子一看，哎，有個坑，就被吸過去了。這倆電子就這樣莫名其妙地配成了对手拉手，在晶格間穿梭，完全不受阻礙。BCS 理論一出，大家覺得穩了，物理學的大廈又蓋好了一層。但這個理論像個緊箍咒，它預言說超導轉變溫度，也就是臨界溫度，頂天了也就30 K， 大概-240多度。這個所謂的麥克米倫極限就像一道鐵幕，告訴所有人別費勁了，想在這個星球上常溫用超導沒戲。接下來的20多年，大家確實就在這個死胡同裡打轉，哪怕把各種金屬合金試了個遍，溫度死活超不過23 K。那段時間，研究超導的人走在路上都抬不起頭，甚至有人說這行是物理學的死水。時間來到1986年，真正的劇情反轉來了。這事兒發生地點不在什麼頂級物理中心，而在 IBM 蘇黎世分部。有2個叫百諾茲和穆勒的科學家。這倆人思路非常清奇，他們沒去折騰金屬，而是去搗鼓陶瓷。各位細品一下，陶瓷是什麼？是绝缘體啊！你拿做瓷碗的材料去搞導電，在当時的主流看來，簡直就是拿着魚竿去沙漠裡釣魚。但科學的魅力就在於意外，他們合成了一種淺倍同樣體系的陶瓷材料，一測發現這東西在30 K 的時候居然超導了。雖然只比之前的記錄高了一點點，但它打破了那種絕緣體不能超導的思維剛印。這篇論文剛發出來的時候，根本沒人信，大家都覺得這倆人瘋了。但僅僅幾個月後，全世界的實驗室復現結果出來，所有人都瘋了。這倆哥們兒第2年就拿了諾貝爾獎，這速度在諾獎歷史上也是沒誰了。緊接着，1987年超導歷史上最燃的一幕出現了。人稱物理學的伍德斯托克，那是在紐約的一場物理會議上，因為消息太炸裂，幾千名科學家把會場擠爆了，進不去的就在走廊看電視直播。據說有人為了搶個座差點打起來。為什麼這麼激動？因為就在那之前幾天，休斯頓大學的朱金武和吳茂昆團隊搞出了兼倍同氧体系，直接把超導溫度幹到了93 K， 也就是-180度左右。你可能會問，-180度也很冷啊，有什麼好激動的？
這就得說到成本了。93K 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我們終於可以拋棄昂貴的液氦，改用液氮了。液氮這東西，也就是空氣裡分離出來的，便宜的跟礦泉水差不多，甚至比牛奶還便宜。這是一個巨大的工業門檻跨越。從這時候起，高溫超導這個詞才真正立住了。這裡的高溫不是讓你去蒸桑拿，而是相對於絕對零度來說的高溫。這時候 BCS 理論那個麥克米倫極限已經被打破了，臉都被打腫了。科學家們發現，這種銅氧化物超導的原理跟之前的軟床墊理論不太一樣，電子配对的機制非常詭異。到現在，物理學界還在為了解釋這事兒吵得不可開交，屬於強關聯電子體系的深水區。到了2008年，日本科學家細野秀雄又扔了個炸彈，發現了鐵基超導。這又是一個反直覺的發現，因為鐵是有磁性的，而磁性和超導通常是死對頭。這就像發現貓和老鼠住在一個窩裡還生了孩子一樣離譜。這直接開啟了超導研究的鐵器時代，把中國的超導研究也推到了世界最前沿。講到這兒，你可能發現了，我們一直在零下100多度徘徊。人類的終極夢想是室溫超導，不用液氮，不用冷凍機，就在咱們現在這個室溫下，電線無損耗，磁懸浮滿地跑。為了這個夢想，最近這幾年可謂是群魔亂舞，真假美猴王輪番上陣。一個流派是大力出奇蹟，科學家發現氫元素很輕，如果把負氫材料壓到極高的壓力下，可能會實現室溫超導。結果確實做到了，比如之前的硫化氫在幾百萬個大氣壓下做到了零下70度左右，後來還有宣稱達到15度的。但問題是，幾百萬個大氣壓，那相當於地心的壓力，這玩意兒哪怕做出來了，也沒法鋪電線啊！你總不能把電網都裝在金剛石壓針裡吧？另一個流派就是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常壓室溫超導。大家應該還記得之前的 LK-99 事件，韓國團隊宣稱搞出了常壓室溫超導體。那周全世界的燒爐工，材料學家都在沒日沒夜的燒爐子復現。股市熔斷，網友狂歡，仿佛第4次工業革命就在明天。但很遺憾，科學容不得半點沙子。後來的結果大家也知道了，大概率是個烏龍，可能只是硫化亞銅雜誌的相變在搗鬼。這就像是你以為看見了外星人飛船，走近一看是個飛起來的塑料袋。雖然失望，但這恰恰說明了大家對這項技術的渴望有多麼強烈。那麼，為什麼我們這麼執着於高溫超導，甚至室溫超導？想象一下，如果真的實現了常壓室溫超導，這不僅僅是省電費的問題。現在的電力傳輸損耗很大，有了超導，我們就等於憑空多出了幾個三峽大壩的電量。核聚變發電之所以難，一大原因就是約束等離子體的磁場不夠強，能耗太高。有了超導，人造太陽可能就不再是永遠的50年後。還有，你以後去醫院做核磁共振，可能不需要那個巨大無比、嗡嗡作響還要灌液氦的機器了，設備能做成手持的，甚至能普及到社區診所。現在的局面是，應用端其實已經有突破了。比如上海，那是公里級的超導電纜已經在運行了，雖然還得帶着制冷機，但已經能跑通了。而理論端，我們還在等待下一個愛因斯坦或者下一個巴丁來告訴我們，在高溫下那些電子到底是怎麼克服排斥，心甘情願的手拉手跳舞的。總結一下，高溫超導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人類不斷打破不可能的歷史。從昂內斯的液氦到 BCS 理論的建立，再到銅氧化物打破極限，最後到現在的百家爭鳴。雖然室溫超導的聖杯我們還沒摸到，但每一次失敗和烏龍其實都是在幫我們排除錯誤答案。這事兒急不來，科學探索從來都不是那種爽文劇本，一刀下去就999集。它更像是一場在迷霧中的馬拉松。我們雖然還看不見終點，但回頭看其實已經跑出很遠。